不会闹鬼了吧？放你娘的狗屁！怎么刚杀了人，头七都还没过，哪来的鬼啊？动作快点，坚定双眼。最后眉心，别乱了吹去。你别怪我，我是收钱办事。妖怪，总怪你命不好吧？哎！鬼啊！鬼啊！鬼啊！我走后，你们4人携神兽镇守云城结界，防御外大魔闯入，世代不能离。小姐，天道，我就是这云城的天。天行五雷，运行3界，雷破万恶，当诛！想不到90年前，本尊为忽悠云城沉睡后，竟会转世到第7代孙叶玄阴身上。莫非是大劫将至？羊铁棺材附魂咒，全红兽衣锁魂钉。何人胆敢残害我叶家血脉，竟想让他永世不得超生？放心，我既用了你的身体，自会为你讨还公道。大小姐，老太爷寿辰在即，你怎么反而从乡下回来了？站住！众位4大家族的卫将马上就来祝寿，你现在出现，岂不是给大家添麻烦吗？以奴欺主，叶中勇就是这样管家的。啊！既然还敢直呼老太爷名讳，我一定要如实禀报给。我不喜欢乱叫的狗。老奴可是好心教导你。奴大欺主，断其双腿，以儆效尤。叶寻阴，我当是哪来的贵客当道，原来是我的乡巴佬小堂妹啊！刚才你还出手欺负管家了是不是？还不去道歉？披头散发，不伦不类，叶家后人怎么出了这种歪瓜裂枣？看什么看？我说错了吗？小丫头片子，穷地方待的都没规矩了。规矩？我就是叶家的规矩。怪了，这丫头气场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？拿剪刀来。你以为你谁啊？王妈怎么可能会听你的？给你拿剪刀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过来啊！死腿，快跑啊！小丫头，我警告你啊，我可是你亲堂哥，敢对我动手，后果你承受不起。什么后果？
这是我留了5年的头发，5年，太过分了！伯父，也许那个丫头疯了，你可要帮我做主啊！叶玄阴，你竟然还活！好端端的，你跑回来做什么？就不怕影响了叶家的运势？你就是叶延林，叶寻阴的亲生父亲，因为一句丧门星的批命，就将他送走10年的蠢货。没教养的东西，连父亲都不知道叫了。你不配。你说什么？大逆不道的畜生！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有黑木边守护的叶家，竟然还处处污秽。或许这次艰难正与此有关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进祠堂，让他在列祖列宗面前好好忏悔。也好，我正想去问问他们，怎么教养的子孙后代。好。怎么了？地震了！这丧门星惊扰了列祖列宗，嫡女还不跪下磕头求祖宗们原谅！我让你跪下！你没资格教训我。真是翻了天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见老太爷！对，曾太爷可是90年前还曾跟着老祖宗开宗立派，统一4大家族的。曾太爷一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乡巴佬死定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岳母？没事吧？你用的什么邪术？周丫头，口出狂言，罚掌嘴30。曾大爷，救我！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祠堂放肆？就这丫头，她疯了！她不但把我害成这样，她还敢妄自上香，惹怒了祖宗们。这丫头，为什么我会觉得她眼熟？香殿百鬼，雷气镇万妖，这分明是我叶家早已失传的染香诀，世间只有一人知晓。只吃不干活，一群没用的东西。没用的东西，吃吧。是你回来了，对吗？你回来了，小不点，你还活着。
小不点，你还活着？小不点，他竟然叫老太爷小不点！你敢管曾太爷叫小不点儿？疯了吧你！上一个这么敢对老太爷无礼的人，坟头草都有人高了。欺负冤我就算了，竟还敢对老太爷不敬。如今我也只能大义灭亲了。老太爷，您放心，马上让人把他绑起来。世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叫我，只有他会叫我小不点儿。小不点儿，你可愿跟我走，以后给我养老送终？你身体怎会如此孱弱？罢了。老太爷，曾老太爷，你也太丧心病狂了！你连99岁老人都不放过啊你！快，请陈医生！等着吧，一会儿你完蛋了！医生，快过来看看，看个病。医生，怎么样？老太爷这情况如何呀？人虽昏厥，可脉象竟然比先前还要平稳许多。不必挪动，让他好好休息。还敢胡言乱语，想害死老太爷不成？来人，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给我绑起来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害了老太爷，害了整个叶家，你们就算打死他，也绝无二话。动手！你要是识相的，还能保一条命，否则你害了曾太爷，你10条命都不够你死。害他？我刚刚救了他的命。救命？你把人打飞这么远，你明明就是害命！不好了，魏家的人马上就到了。听说魏老太爷过世后一直不肯闭眼，这次恐怕来者不善啊！都怪叶巡夜把曾老太爷弄昏迷了，没他出面，我们叶家全完了。魏家，魏花猫已走了吗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如今我也只能听家法。来人，把黑木鳖请上来。是。你在乡下长大，你不知道，这可是咱们家老祖宗传下来的黑木藤鞭，一鞭下去皮开肉绽。你要是再不认错，小心小命不保。我一生行事，从未有错。行，一牛，以后别哭着求饶。够了！今天不管谁说情，我也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。我住手！老爷醒了，太好了！你完了！我告诉你，你死定了！曾太爷最容不得有人在祠堂放肆。哼！老太爷，您放心，我这就把那个逆女抓起来，好好惩处。老太爷，您息怒，是我生了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，我一定会给您老一个交代的。小不点儿，拜见老祖宗。小不点儿，拜见老祖宗。这怎么可能？老太爷怎么会给他跪下了？难道他真的是我们的老祖宗？胡说八道！叶薰衣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今年才10岁，哪是什么老祖宗？对啊，
我看老太爷就是病糊涂了。小不点儿，你老了。一别近100年。我以老态龙钟，主人却风采依旧啊！你如今也是做太爷的人了，重孙辈都看着。起来吧。不，礼不可废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叶家的祖宗，是我的主人。老爷子，你这……哎呀，曾太爷呀！曾太爷，您再怎么糊涂，也不能跪他一个小辈吧？你让曾太爷给你磕头，你就不怕你折寿吗？你折寿！我应节而生，寿与天齐。逆女，我看你就是中邪了，我这就请人给你驱邪。别真是病糊涂了，我们再叫陈医生看一下。100年将近，4大家族如何了4大家族现在已是名存实亡，魏家如今已是首富，庄家绣品经营不错，只是最近有一些不好的传闻，而那项家还是一如既往，特别能生。我们叶家是我管理不善，日渐式微啊。无妨，我既醒来，一切便就由我。哎，行行，不是，曾太爷是今日糊涂了，逗你2下，你还搁这演上了。够了！难道我的主人我还不认识吗？你小子还不赶紧跪下叫祖宗！曾太爷，跪下！太爷，你别犯糊涂了，这他明明就是我堂妹，你这是……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跪下！臭小子！我叫就是了。祖宗，死嘴，怎么就那么丝滑？以后在外人面前叫小姐即可。是，还祖宗，我还是爹。嘿，怎么这么邪门？难不成他真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本事？太爷，叶小姐，魏家的人过来了，说魏老爷子死后不可闭眼，必须要葬入我叶家祖地。简直欺人太甚！他魏青还活了100多岁，还死不瞑目，干我叶家何事？小姐，他们这是在故意欺负我。看来这次大劫，他知道些内情。那便去看看，他喂花猫，也该安心去了。好。我好心来贺寿，你们就用这种破烂招待我？对不起，下去吧。哼，这不是夜上吗？怎么顶着这么个发型就出来了？挺招人啊！
魏少，喝茶。看来这叶家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我堂堂魏家继承人，就让你这么个废物来招待。魏泽，我敬你，来者是客。同为4大家族，最好给彼此留点脸面。当年你叶家不过是靠着我们支援才发的家，问我要脸面，就算我把你当狗，你也没资格说不。一定是今天被气的，眼都花了。你就是魏家后人？你谁呀？这是我家小姐，魏泽，我劝你别惹她。你对个小女娃这么恭敬，怎么？这是叶家给你找的童养媳呀？魏家小辈简直猖狂！哟，老爷子，您都一只脚踏进棺材里面了，还多管闲事呢？不如先应了我的要求，让我曾太爷葬进你家祖坟里，到时候你们兄弟俩在下面也有话说，不是？魏泽，你别太过分了！哎，这就叫过分啊！我可是首府魏家唯一的继承人，骂你几句怎么了？就算揍得你满地爬，你们又能如何呀？魏家人平时就这么无理？可不呢，小姐，您不在时，他们就是这样欺负我的。哟，小小年纪还挺凶，给什么叶远墨那废物当童养媳有什么意思？不如去我家。魏泽，给我放尊重点！遇到恶狗要这么踹才对。哇，我这脚原来这么厉害的吗？这要是平时去踢球，不得踢出个世界杯来？你竟敢对我家大少爷动手！他可是魏家几代单传，他要是受了伤，你们担得起吗？教养如此之差，谁惯出来的？小姐，现在魏家背后主事的叫魏山豹，魏启海那个胖儿子也是。这小子的太爷，现在魏家通吃的黑白两道，就是这小子的功劳。你既然知道我太爷的威名，还不赶快跪下来磕头认错？臭丫头，现在老老实实给小爷磕100个响头，小爷还能饶你一命。否则，你疯了！敢打我！出言不逊，该罚3鞭。信不信我让你叶家在云城混不下去？你这个疯婆子，你敢打我？你知不知道我家的能量？只要我魏家跺跺脚，整个云城都得抖3下。你还打伤我？告诉我太爷，你能承受我太爷的怒火吗？魏山豹教养无方，来了，一并受罚。好大的口气！等老太爷来了，到时就算整个叶家人3跪9叩，也不会原谅你们，你们彻底完了。这可怎么办？魏家那匪气的做派，咱们惹不起呀。是啊，得先让魏少消气才是。知道后悔了吧？还不赶紧给小爷下跪磕头！看什么看？有本事再打我一遍！不敢了吧？再动我一下，信不信你们叶家都得死？少爷，少爷！如你所愿。我还从没听过有这样的要求，还有人吵着让打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刚才的主意不错，等魏山豹来了，就这么办吧。这么一看，那丫头对我还是不错的。
绑起来，通知魏山豹，让他亲自来赎人。他就这么走了？重伤了魏少，彻底得罪了魏家，他倒好，就这么轻飘飘走了。这烂摊子谁来收拾啊？什么？叶家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他们竟然敢扣下玉泽！不但扣下了，还让重伤的大少爷跪在叶家大门口，说什么？说让老爷子亲自登门道歉，不然就得去收尸。他们敢！老爷子，玉泽可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就算是您再顾念叶家恩情，可这次实在是他们欺人太甚呐！也罢，这次福陵进叶家，两家人迟早也是要恩义两断了。老太爷，这都跪了一晚上了，是不是太狠了？这要是放在当年的话，他已经死了。可这样当众羞辱他，会彻底得罪魏家，到时魏家报复起来，咱们怎么承受得住啊？报复？他们敢？这还是我女儿吗？该不会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吧？不好了，老太爷，魏家抬棺抬进咱家祖坟了。曾太爷，这魏老太爷真的死不瞑目？也许是还有什么隐情吧。小姐，原来是这样。太爷，快救我！这疯丫头要把我打死了！玉泽，你们叶家怎敢这样羞辱我儿？还不快去把少爷扶起来！是。你们扶他算怎么回事？我要让叶忠勇自己来扶。你别朝我叫啊！做主的不是我，是我家小姐。呸！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叫一个姑娘小姐？要是老祖还在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还是这么混。魏启海至今没教好你礼貌。怎么这丫头说话，竟让我有种被压制的感觉？一个小辈，敢对已故的老太爷指指点点！他教子无方，该骂。放肆！汉业如今死不瞑目，魏家绝不允许你一个外人羞辱他。他就是被你们这群蠢蛋耽误，才闭不上那双眼。胡说什么？叶老太爷，你就这么放任一个小辈这么无法无天吗？我家小姐金口玉言，既然她开了口，那肯定是你们这帮不孝子孙做错了事儿。你够了，叶忠勇，既然你这么不给我面子，那好，那咱们两家多年的情分也不用再提了。今天我只为葬父，别的事情等我安葬好父亲之后再谈。启灵，送老太爷入土为安。曾太爷，这怎么办啊？他不会真的要把魏老爷子葬在我们祖坟吧？这样子我们叶家老脸往哪搁呀？而且他都不肯闭眼，说不定有什么邪祟。你怕什么？在小姐面前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得避让。老太爷，您老差不多得了，怎么把他说的跟真神仙似的？小姐就是神，她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神。
我会让他闭眼。什么？你一个如修未干的小丫头，难道你比道长还厉害？老太爷如果不能安心离去，那么魏家便会大祸临头。赶紧给我让开！你可知他为何不肯闭眼？当然是因为老太爷还有心愿尚未完成，只等把他葬入叶家祖籍之后，老太爷便会入土为安。那样他会死不瞑目，永生不入轮回。什么？你一派胡言！太爷临终前特意交代，我们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死后赶去叶家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父亲，太爷，道长，刚太爷说的那话什么意思？他是要葬入叶家。叶家？呵，蠢货，不想他再受折磨，就让开。逆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以为老太爷糊涂了，护着你，你就可以无法无天？你爹我还没死呢！快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别让他碰老太爷！叶小姐，得罪了。为何我竟真有相信他的冲动？叶小姐，你你干了什么？跟我一起上，绝不能让他打扰老太爷。出事了，真出事了！快把他拉走！太爷息怒啊！父亲，不韦道人说过，老太爷走得不甘心，只有一劫就会大祸临头，你害惨了我们呀！我在帮他，这是业界，你不可进。疯了！这逆女简直疯了！曾太爷，小姐是不是玩的太过火了？我看那些魏家人都想把她刀了。他们敢！哎呦，曾太爷，他要是把魏老太爷的尸身弄坏了，他们指定发疯啊！能让老祖宗亲自送上路，那分明是他为妻害的父亲。你是我回来了，可你如今神智已失大半，早该离去。我来送你一程。不要！这怎么没风了？好像呼吸都轻松了许多。一切有我，你安心去吧。看看老爷子，老太爷竟然闭眼了！他竟然真让老太爷闭眼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怎么会有这些本事？难道他真是老太爷口中的老祖宗？不可能，这太荒唐了！父亲一路走好，老太爷一路走好。何关，他心愿已了，送他走吧。你是谁？小花猫啊，你瘦了。小花猫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。你是？你魏花猫，你家这胖小子该减肥了。小姐说的是，我以后一定让他少吃点。你是老祖宗！你们困守云城90年，
辛苦了。不苦。老祖宗，魏家能够为你守护云城，这是我们魏家所有人的福分呐。他难道就是老太爷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老祖？又一个这么喊的，难道他真的是老祖宗？不会吧，原来的叶寻音呢？回叶宅，此事前因后果，从实说来。是，魏汉，你们两个和我进去，其余的人送老太爷归家。爷爷，我们都已经跪了1个小时了，我扶您起来歇一会儿。别动！今天惹了这么大的祸，老祖没发话之前，你们都给我跪好了。可是，别说了，你们今生能见上他一面，已经是无上尊荣。如果再敢乱说话，就给我滚出魏家！爷爷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既然他今天能让太爷闭了眼，那就是咱们的大恩人。至少我们得知道他姓甚名谁呀。你们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老祖宗，这些都是我直系后辈，魏汉是我魏家的义子，都是自己人。你还是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，怪不得你连你父亲遗言都会弄错。弄错？怎么会呢？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听到了呀。我死后带着信物赶去叶家，一切都听叶家的，不许生别的心思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父亲，孙太爷，太爷，孙太爷，太爷！哎呀，原来太爷不是让我们送葬，是送青丘玉。啊，青丘玉，这不对呀！父亲说过，青丘玉和老祖宗血脉相连，是不容易碎裂的呀。这难道是假的吗？怎么会？太爷一直贴身带着，咽气那会儿也是我们几个在照料，外人不可能接触到。因为魏家出了叛徒。这可是接触父亲的人都是我们家的至亲呐，没理由背叛呀。难道是玉泽？去拿1碗白酒，滴上2滴鸡冠血，再去拿3炷香过来。哎，得嘞。老祖宗，我们魏家出了名的团结友爱，绝不可能出叛徒。干什么？果然是悬骨自重。凭什么？我又不是魏家人，为什么要守你们魏家的规矩？我的父母到死都在伺候你们这群纨绔，为什么我也要待在云城一辈子？魏汉，你总有一天，领导人会杀了你们，你们所有人都该死！他这就死了？项家做事倒是越来越小心了，不但用了悬骨，还下毒封口。老祖宗，都是我管教不严，还请老祖宗恕罪呀！不必自责，不为道人的本事你们拦不住，口口声声要护佑天下苍生之人，如今也耐不住寂寞，想要长生了吗？不为道人。
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赶紧把人抬走，别在这误了小姐的眼。我想起来了，说，那个道士也来过咱们这儿。那可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让我把她送走了还不够，就非得……要是我没听错的话，当初就是他给你算的命，但是伯父信了他的话，所以就把你送到乡下去了。像他的手笔。可就算这样，我仍旧回来了。那个，如果你真是叶家的老祖宗，那我那个堂妹，真正的叶薰衣去哪儿？虽然我跟她相处的是不好，但毕竟她是我堂妹啊。她死了，她与我血脉相连。临死前发下誓言，引动天意，所以我才会来。我会为他报仇。是叶炎灵听信了不为道人蛊惑，才会害死叶薰衣。放心，我会让你亲手报仇。这次幸而有老祖宗出手，否则咱们两家多年情分恐怕真就断了。在大寿的日子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住啊。道歉能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你得补偿我。哎呀，我说你，小姐您说是吧？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有几次过寿的机会，就这么让他们给毁了？你都99岁的人了，你还整这一出啊？嘿，你这老绿茶，你不是要补偿吗？啊，我给你就是了，拿着吧。没想到魏寒就这么被弄死了，我得立刻通知道长。若有一日，您在天有旨，请再为芸娘出手一次。芸娘如今可还好？芸娘，她不是已经离世20多年了吗？不过她把她的独门木兰枝传给了后人，现在成了非遗传承，千金难求，也算是庇佑后代了。对，如今庄家一副完整的绣品就价值100万了。你身负我赐予的生计，至少120岁寿命，怎会提前离世？我要去一趟庄家。小姐，这庄家已经很长时间不再接待4大家族的人了。听说是这几年接连出事儿，死了好几个绣娘，所以庄家也就深居简出，再不见客了。哎，其实他们家族店还开着呀，咱们庄城买绣品客人去不就好了？对，小姐，这个方法好，那就让远墨陪着您一起去吧。您这路上身边没个奴仆可不行啊。奴仆？我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让我去也不是不行，得加钱。钱，你就知道钱。哎呦，感谢曾太爷送上的无上限黑卡，祝您长命200岁，
岁岁今朝，年年有今朝，年年有今日。放心，我包伺候好小姐的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刚才我们坐的汽车可以日行千里，还有飞机，飞机可以在天上穿梭，咻咻咻。哎，小姐，你就不惊讶吗？小姐，我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手机，此物可以万里传音，还能听到别人内心的想法，厉害吧？我没骗你啊！你不信？你不信？我现在就给曾太爷现着传音给你看。我有叶寻音的记忆。大意了！哎！到了。啊？他怎么知道是这儿的？堂妹以前也没来过呀。哎，就是这件喜服，它可是庄老板最得意的作品。听说只要穿上它出嫁，你的老公就会爱你一辈子。对，庄家的绣品都有神奇的魔力，穿上它就能让人变漂亮。是呀，你看我这一身，我老公简直爱死了。啊，爸，我一定要买下它，不管花多少钱。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吸食血气了吗？可惜。两位若是喜欢，可以一起竞拍呀。啊，这是绣坊镇馆之宝，无数少女趋之若鹜，起拍价200万。待会儿竞拍就开始了。不是，大叔，竞拍200万，谁当这个冤大头啊？我要。我要。小姐，就拍卖那尿性，这结果至少分5倍，而且这是婚服，买来你也穿不了啊。买的就是婚服，买的就是镇馆之宝，这钱我不花闷得慌。20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我出500万，600万，700万，800万。一个小丫头拍什么喜服？是来捣乱的吧？900万，1000万，承让。恭喜贵客拍下庄家镇馆之宝，请移步内室交接。难道与他无关？啊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庄耀祖，是庄家绣坊的负责人。哦，你就是庄家5代才出的那个唯一男丁啊？是，目前庄家绣坊的诸多事务都由我来打理。请。咋了，小姐？她不对劲？芸娘血脉特殊，唯有女子可许。啊？你的意思，庄家绿了？哦，哎，小姐，那也不能是她。叶小姐确实不是预定的人选，但她付了钱，卖谁不是卖啊？可她的八字对不上。姐，你只管绣就是，啰嗦什么？还真是耀祖做派。那是母亲亲手绣的喜服，和别的不一样。家族企业管理松散了些，叶小姐莫怪。两位，这边请。这庄家看起来还挺好说话的嘛，咱们这次应该会很顺利。
叶小姐，这是您刚刚拍下的喜服，麻烦提供下地址，我们好安排人给您送过去。那我安排人包好，给您送到车上。不用送了。小姐，这衣服娇气，路上压坏了可就不好了。我说不用送的意思是就地烧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叶小姐，这可是您刚刚花1000万拍下的。你疯了吧？都已经得到了，还非要毁掉它？刚刚才抢的，现在就要烧了？你是哪家的千金？这么不讲道理！云城根本没这号人，不知道打哪来的暴发户，才这么暴殄天物。叶小姐，这件喜服耗尽绣娘的心血，必须发挥它的价值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立刻安排换同等价值的绣品，都拿上来。叶小姐，您挑一下，再换。叶小姐，您喜欢什么样式，可以尽管提出要求，我们一定会满足你。我都不喜欢。小姐，我看刚才那几身旗袍挺好看的呀，还有披肩、围巾，就没有合您心意的？满是血腥味，恶臭的很。什么血腥味？衣服上有味儿，我怎么没闻到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你怎么能烧了它？那可是价值1000万的喜服，明明我可以穿它出嫁，让我老公爱我一辈子，被你抢走不够，竟然还把它烧成一团灰！你这丫头果然是来捣乱的。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找来的好客人，毁掉了母亲半年的心血，他根本就不尊重庄家的绣品，一堆脏东西，一把火烧了最干净。你毁了庄家的镇馆之宝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都是误会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您就不要在这火上浇油了。没看到那个庄大小姐都要活吞了你啊！不，庄家全部绣品必须全部烧成灰，一件不留。这再绣完3件，就能救醒你了。是谁？谁毁了我的绣品？为什么突然烧起来了？你到底用了什么邪术？你竟敢烧了庄家这么多绣品！叶小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我是为你们好。不好了，不好啊！整个绣房的衣服全都被烧了。全部？他疯了吗？庄家绣品价值连城，他赔得起吗？这就是你说的为我们好，你根本就是要毁了庄家！来人啊，把他们2个给我抓起来！有话好好说，听我解释。我呢，是4大家族的叶家后人，我们小姐这么做，肯定是有理由的。咱们坐下来好好谈。你们叶家对我们庄家确实有恩，小事就算了，你们偏偏烧掉庄家最重要的绣品，那又如何？按理这绣品得赔，不仅要赔绣品，人也得扣在这儿。刚母亲过来，亲自发落。上一个说要发落我的人，已经轮回第9世，都是畜生的。小妮子，好大的口气！母亲，我母亲从不徇私枉法，这次就算是我，也没办法偏袒你们。
没想到连庄老板都亲自出面了，看来他们是彻底惹怒了庄家。对，庄老板最是珍爱他的绣品，绝对不会就此罢休。母亲，就是他们烧了绣坊所有的绣品。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？连我绣到一半的屏风都被烧得一丝不剩。我们庄家100年传承，无数绣娘的心血就这样被你毁了。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抓起来！你身上怎么会有芸娘的生机之力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曾祖母拥有生机之力的秘密？因为那是我赐予她的。小姐，这孩子如果无法平安出生，也是他的命数。您别再为我损耗自身了。命，我这一生从不信命。天道不让你有孩子，我却偏要赐你生机，保你长命100岁，代代延续。谢谢，谢谢小姐。难道你就是曾祖母说的那位故人？难道你是曾祖母曾提起的那位故人？啊，什么故人？那位故人曾经救了祖奶奶，如果还活着，至少100岁高龄，怎么会是个小丫头？母亲，您别被她骗了。不，曾祖母曾说过，她的故人是容颜永不褪色的少女，她要是来了，庄家上下无有不从。我是受芸娘所托来看望后人，起来吧。是。你继承了芸娘的生机，怎么还这么弱？曾祖母离世前把她交给我，说是故人信物，可保我平安生产，无病无灾到100岁。现在我病了。你不是病了，是快死了。是啊，我快死了，我用尽血气，还差3件，我救不了他。母亲，快坐下休息。来，他真的可以无病无灾，感冒都不会有。我灵力不散，他100岁无忧。哎，那小姐，能不能给我也来一支簪子？我也不想生病吃药打针。哎，不是，快喊医生！医生，快叫医生！他不是能活100岁吗？怎么看起来像要死了？我的灵气不会消散，是他自己丢弃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傻的？芸娘，你又为何会做出那样的选择？医生呢？医生怎么还不来？小姐，少爷，先生那边出事了。爸的病情不是已经平稳了吗？连庄老板都这样了，庄家还能行吗？那我刚被烧的衣服怎么办？那可是我花200万买的。是他用刑事毁了我的婚服，庄家到了就由他赔。衣服买回去，你们必死无疑。你胡说，一件衣服还能杀人不成？就是，庄家绣坊有口皆碑。当初我和丈夫早已离心，可从穿了他们的衣服，他就对我态度大变，重新爱上了我。那是因为绣品吸食人血气后，迷惑了周围人，而你每穿1日，寿命减7年，你们俩已经活不长。胡说八道！
世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邪事，我看你就是不想赔偿而已，还说什么吸食血气、减少寿命，荒谬！我都已经连续穿了1个多月了，岂不是马上就要死了？可我现在还能赏你一巴掌！哎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啊！我靠，我没用力啊！我什么时候这么猛了？血气精气全散，剩最后一口气，吐出来就会死。什么死不死的？他明明还好好的，果然是江湖骗子。死了，他竟然死了！他只不过穿了1个多月，可我穿了整整2个月。你和他一样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算命先生说过，我能活到90岁。我今年才30岁呢，我的寿命到了。神仙，你是神仙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。我不救自寻死路之人。我不要赔偿了，求你救我！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绣品只有吸人血气的功能？不可能，我们庄家世代行善，正义凛然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邪门的事情？有人在为将死之人续命。将死之人？难道是……小姐，少爷，节哀，先生走了。爸，我们也去看看。爸爸，爸爸！你为何不伤心？叶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父亲走了，庄家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。可我听到了你内心的雀跃。父亲刚走，母亲还病重，姐，你为什么会高兴？难道是你害的他们？我怎么会害自己的亲生父母？可你身上满是血气。姐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能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按照母亲的意思，每天不停吃东西。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庄家的事情。不哭，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给过我一丝父爱。要不是因为他生病需要母亲救治，他早就抛下我们走了。那你也不能那么绝情吧？绝情？是他不配为人父。我求你别走，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医生说了，这次是个男孩啊。可你也保不住啊，试管的孩子流掉多少次了，这一胎也不会有任何区别的。20年前，他抛下我们，毫不犹豫地离开。要不是因为你平安出生，他根本就不会回来。可是他毕竟是我们的亲生父亲。叶小姐，你放心，他不敬长辈，我这就用庄家家法处置他。你凭什么用庄家家法？我是庄家唯一男丁，现在家母病重，我来处理家中琐事再正常不过。可你并非庄家血脉。叶小姐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当年芸娘体弱，她的孩子是我逆天而行救下的血脉，只有独女才能延续。你和芸娘毫无关联。
你说的是真的？耀祖，他不是我儿子，那他是谁？我当年生的孩子又在哪儿？他和他倒是骨肉相连。是男孩女孩？是男孩。那就好，我终于为你生下儿子了。但孩子已经没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初我生下的还是死胎，而你是他从外面抱回来冒充的。原来你竟把自己的私生子接回来，让我为你和小三养了一辈子儿子。不是嘛，我是你亲生儿子，这么多年我跟你一样无病无灾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你几次小产身体受损，是芸娘用命将生机传给了你，而他只不过是沾了一点被你哺乳的光而已。曾祖母，我能活下来，竟是曾祖母拿性命换来的。可笑，我竟还把你当成庄家继承人培养，寄予厚望，原来是给别人做嫁衣。妈！从今以后，你与我庄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可是你自己选的。我只恨当初瞎了眼，竟没看清你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。那就别怪我狠心。庄家没了我，就是一盘散沙，而我有人脉和资金，大可以重建一个庄家绣坊，不，林家绣坊。我本来就姓林。你果然早就知情。是你太蠢，这么多年都毫无察觉，活该。他怎么变老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是庄家人，便不该用芸娘留下的东西。芸娘以自身为代价守护了你们二人，收回后，你很快就会老死。不可能，我是庄家独子，向庄家负责，不再无奈长命百岁，不可能。原来我非要生下的只是一个死胎，原来我庄家上下拼尽性命保护的竟不是庄家的孩子，而是小三的孽种。这3年我日夜不眠，耗尽心血救你，竟然只是一场笑话。你损耗的何止是自己的性命？叶小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庄家所有绣品都成了邪物，吸食接触着血气，你害了10数条性命。原来那些绣娘暴毙都是我害的，原来我竟犯下这等大错。我对不起曾祖母，对不起恩人，更对不起那些无辜枉死的人。母亲，你也是被他们父子所蒙蔽，这不怪你。不，都是我的错，
是我愚昧无知，罪孽深重，不敢奢求原谅，便只有将这一切都还给他们。多谢叶小姐给我赎罪的机会。父母兄弟突然就没了，他们也太惨了。妈妈，叶小姐，家中要办丧事，不方便招待，二位请先回吧。哎，小姐，走吧。不，罪魁祸首还没受到惩戒。叶小姐这是何意？庄家的祸害不是全都清除了吗？那人近在眼前。可是他除了凶一点儿，没别的毛病啊。他对母亲和庄家也算是情真意切吧。整个庄家的血脉生机，换回他们损伤的精血，唯独你没有任何变化。那可能是我日夜用木兰枝，损耗过大，一时补不回来。你母亲生来体弱，儿女本都应活不过20，庄耀祖偷得芸娘护理，你并没有，为何你还活着？那是我从小锻炼身体，身体较一般人健康些。那是因为你拿走了一半血气。他？你母亲心性纯良，怎么会做出用绣品吸食人血气这种事？是你暗中作梗，借她续命。你这是污蔑，根本没有证据。来人，快把叶小姐请出庄家。我去，这怎么跟魏汉一样的古装？你和不为道人做什么交易了？你为什么会发现？他明明告诉我不会被人察觉的。你是庄家女，为何要这么做？因为他糊涂，他不愿意让我嫁给向前，不肯再修木兰枝。他们为了传承，宁可收养个孤儿。姐姐，不是你的姐姐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绝世康一早就成功了。你入魔了，把偷走的东西还回去。我不敢信，姐姐，我不敢信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大小姐，大小姐平时对我们最好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啊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庄叶恩。你会木兰枝？我原来跟在老夫人身边是学过一些，可手受伤后，老夫人心疼我，就再也没有让我拿起过针。我手怎么可以正常活动了？陈奶奶，我觉得身体舒服了好多，不咳嗽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2人就是真正的庄家人。
没想到偌大一个庄稼，突然间就剩下那小女孩一个人了。人心善恶两面，一念之差，天渊之别。出来！我是来找庄柔的，她是不是死了？你们解决了庄家那邪物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其实是庄柔前男友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害他走上邪路的负心汉，是不是啊？啊！我没负他，我俩感情一直很好，但我是家里独子，没法入赘。后来庄柔就不对劲了，我每次跟他接触后，我都会生病。找道士看过才知道，原来是他在庄家养了邪物。到底想干嘛？实不相瞒，是我家人生了怪病，想麻烦你们帮忙的。你们既然能解决庄家的邪物，也一定能治好我堂哥的怪病。两位放心，我叫向前，家就在南郊，你们跟我过去，不管能不能治好，都有重谢。管你向前还是向后，我家小姐都不会。你姓向啊？那不就是南郊向家啊？你是向修云后人？哎，对对对，那是我家老祖，已经仙逝几十年了。小姐，这不赶巧了吗？咱们正发愁，不知道怎么找他们呢。那便过去看看。啊，走。不是，这向家怎么这么冷啊？镇煞符，你们向家招惹了什么？就是住在山里啊，总有些山精野怪之类的。我已经请高人赐福，你们不用害怕，啊，不用害怕，请。这分明就是痰湿阻滞导致的腹部肿胀，需要除瘀化湿，慢慢调理。你都调理2个月了，大少肚子还不是越来越大？当务之急是需要开腹探查，排查 B 超核磁，没发现的隐匿病灶啊！哎呀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它本质啊就是心理疾病。庸医，你猜？小伟，麻烦让一下。叶小姐，请。13少，这是谁？您这就算是病急乱投医，也不能找个小丫头啊！喂，这什么情况？我堂哥半年前就开始不舒服的，之后肚子就越来越大，请了不少医生都没治好，早上开始更是时不时就腹痛。小姐，这情况怎么听得有点耳熟啊？是玄骨。小姐，能治吗他？天下没有我不能治的病。哟，这哪来的小姑娘这么大的口气？是呀，当着2位名医面吹牛，也不怕笑掉大牙。叶小姐，我堂哥是向家主脉嫡出的长子，你要是真能治，我们向家一定重谢。就她一个毛都没整齐的丫头，13少，你也是糊涂了呀！是啊，再着急也不能乱投医。说什么呢？我家小姐说能治，就一定能治。凭她还治病？小丫头，你看得懂她到底生什么病啊？为何生病呢？她没病，只是怀孕了。啊！你说向大少怀孕了？他可是个男人。现在的小丫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为了博眼球，连男人怀孕这种话都敢往外说。13少，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天才，在这儿逗我们笑呢？叶小姐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大哥毕竟是货真价实的男人啊。我从不会弄错。那他又没子宫，怎么怀啊？孩子
就在这。在肚子里，我最近帮项少做了3次腹部 CT， 里面绝没有胎儿。我每天诊脉，也从没看到过喜脉。你这疯丫头在这大放厥词，你家大人怎么也不管管？我啊，管他！谢谢啊，你作死别带我。13少，这你都听到了，我看他俩根本就是满嘴胡诌的江湖骗子。也佩服。好痛！大哥你怎么了？大哥，我大哥比早上还痛得更厉害了，你们快想想办法呀！这大少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根本没病啊。除了体弱，护大之外，脉象就是正常人。要不咱们还是先止痛，再看方子慢慢调理。我花重金请你们来，可不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推三阻四。我项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那他不是说能治吗？让他去治好了。对，这小丫头放话说，天底下没有她不能治的病，叫她来给大少治。我也赞同。好啊，你们现在知道推给我家小姐了。一群庸医。小姐，你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。叶小姐，我大伯已经失踪多年，大哥是他的独子，请你一定要想想办法。想救他，就请产婆来。什么？他要生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大少要生了？男人怎么可能真的生孩子？这也太荒谬了！我给大少验过血，没有任何怀孕征兆，你分明就是在胡扯。你们治不了就少在这捣乱行不行？赶紧出去！走！哎，好，非要说大少要生孩子，我看你们从哪儿变出一个孩子来？对，我就在这里等着，看你们如何收场。我家小姐说能生，她就一定会生。她一个男人没有产道，就算肚子里有孩子，从哪儿生出来？生不了，那便剖出来。你疯了吗？你竟然要把大少开膛破肚！13少，你可不能由着他继续胡闹啊！这丫头绝对是疯了！快去请二爷来，就说有人要害大少。对，大少可是项家主脉唯一的儿子，一旦有任何损伤，整个项家都会震怒。是啊，大哥，叶小姐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不生出来，他会死。可我大哥毕竟是项家的继承人，万一他……雪，邪术，这一定是邪术。对，我亲自去找二爷来，让他来处理这个邪门的丫头。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叶小姐刚刚说你要生一个。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能干啥？帮你接生呗。他是你接来的，他不该在这时出生。你将他接回，只会害了我。你竟然能知道他的存在，那你能不能帮？谁伤了陈二？二叔怎么这时候来了？我还没问清楚。二爷，你总算来了，就他伤了大少，他硬生生把大少给开膛破肚了呀！对，我们根本拦不住他。二爷，您快把他抓起来！喊什么啊？项晨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要不是我家小姐，他早就被你们给治死了。项大少，你说是吗？二叔，救我！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要害我，你快把她赶出去！哎，你这人怎么翻脸就回来人呢？我家小姐刚才救了你。你们把我开膛破肚，还说救，分明就是想杀人！二爷，这妮子非要说大少是怀孕了，怀里抱着的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邪物。
您可得好好处置他。我看不如直接将他们抓起来，明天一早送到警局里，让他们家大人亲自来领。是你把阿琛弄成这样的？我是在帮他。放肆！在二爷面前怎么敢嚣张的？这可是4大家族之一的项家，你伤了大少还不知悔改，就是在找死！二叔，他竟然从我肚子里抛出来一个孩子，这太邪门了！你快将他和那邪物统统都赶出项家！二叔，快呀！你急什么呀？我们刚才救你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你们项家就这么恩将仇报？我项家做事一贯如此。别说你们今天不是救我，就算是留了你们性命，就已经是开了天恩。哎呦，你他妈也太不讲理了！二叔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派人将他们绑了，让出去。二叔，快呀！你闭嘴！二叔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，是因为你是非不分，竟然敢对救命恩人无礼。这次多谢二位救了陈儿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求二位再救我项家。小姐，这你认识我吗？我虽然不知道小姐的真实身份，但您能解决陈儿的怪病，就肯定不是一般人。项家最近半年发生了些怪事儿，请了道长几次做法，也仅能暂时压制。姑娘，小小年纪，能力非凡，一定能帮项家解决问题。你细细说来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一切缘由是因为项家有一家规，要求后代成年后必须多生育，年轻人不得避孕，不得打胎。都21世纪了，还有这种规矩啊？这项家人生来寿命不长，为了延续后代才会这样。那也不至于让男人生孩子吧？不，我们怎么会让陈儿生？他也生不了啊！是那孩子自己跑到他肚子里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。你们不是不允许流产打胎，哪来被放弃的孩子？我们项家人丁一直不多，大家觉得靠自己生效率太低，所以就用科技做出来，经验不足导致有些孩子不健康，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在出生的时候生化处理。你们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也是为了家族传承才不得已为之，我们项家实在太过短命。借口？难道这就是你提前变作人形，投到项城身体里的原因？继续说下去。这些孩子数量不算少，其实我们有好好安葬他们，还特意请人做了法事，可他们就是怨气不散，还让项家出现各种各样的怪事儿。一开始是入夜后，时不时会听到声音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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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近有人受到惊吓，受伤。再往后，他就缠上了人，让成儿得了那样的怪病。这期间，我们也找人来超度了好几次，可都没用。叶小姐，叶小姐，我们做的是不妥，可项家本就子嗣艰难，寿命又活不过50年，我们也只是想让家族存活而已啊。小姐，这项家不是反派吗？怎么还那么可怜？世人都因为我项家用蛊，就带有偏见。可玄蛊早在多年前就已失踪，我们一直都是被冤枉的呀。向修云当年以自身为器炼化玄蛊，玄蛊的确不该再有恶意。你知道我家先祖？弃之也超凡脱俗，难道您就是先祖曾说的那位大恩人？恩人，既是恩人，定有法子救我们，求您出手，救救项家！求求你救我项家！救我项家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项家！请叶小姐救我们！难道他们真是被冤枉的？小姐，您看，你们想让我怎么帮？祠堂，他们都在被符咒暂时镇压在祠堂。只要叶小姐，只要您劝说他们早日离开投胎就行。不行，祠堂是项家最重要的地方，怎么能随便让一个外人进去？叶小姐怎么是外人？她是先祖口中项家的大恩人。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谁懂是真是假？妈说，那位道长都解决不了的事儿，她一个小丫头，岂不是自找死路？大哥就那么不相信叶小姐，还是你不想让人去祠堂？我是为了项家着想，万一适得其反怎么办？够了！如今恩人就是我们项家唯一的希望，难不成你要任由大家继续被折磨，放任项家绝后吗？只要叶小姐愿意去祠堂走一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项家上下感激不尽。这一切果然与你有关。那便去看看吧。那便去看看。项大少，你有阻拦我们的劲儿，不如留着等我回来，跪在地上磕100个头，感谢我们家小姐。现在，先照顾好你儿子吧。这等邪物，就该一把火烧了干净。你还真毛病，自己生的都不要。你要喜欢，你带着就是了。我带就我的，反正不哭不闹的。说不定，这才是你最好的去处。不是，这地方怎么好像更冷了？出事之后，我们请了人来超度，可他们不肯走，便只求着高人赐下符咒，将他们困在祠堂，希望祖宗们能化解掉他们的怨气。但是也没什么效果。他们讨厌项家，项家的祖宗也不会例外。是我们无能，这一次就拜托叶小姐了。
小姐，小姐，那些孩子真在这儿？有一个就在你背上。我操！道长一再交代，小心处置。现在看来，不过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罢了。哼，没成事之前，多留点心眼。是。去通知四大家族，我项家邀请他们一同商谈四大家族打开封锁，走出云城一事。是。小姐，他走了吗？走了，但这里更多。那些是什么？青符锁凶煞，黑符摄阴灵，你们竟心狠至此，要这些孩子生生世世不入轮回。本尊面前也敢放肆？这又是怎么了？还敢不服？你们是怎么管教的后人？怎么会这么多？如此怨气滔天，到底造了多少冤孽？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呆？他们本就没能活到开智时，如今更是凭怨恨本能行动。我不想再伤他们本源。哎，小姐，好像起学了。你们将我拉进这里，想告诉我什么？你们是想告诉我，这就是我转世而来的命运？可我叶灵音从不信命。不是，他们怎么越来越凶了？装神弄鬼的东西！嚯！哎，不愧是小姐，轻而易举就把他们给压制住了。小姐，你完了，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哎，我没死哎，孩子呢？
怎么变成了这玩意儿？小姐，他与这些婴儿同根同源，因他们怨气而生，也因他们离去而恢复原样。刚刚是他救了你。哦，合着向晨还生了个好货。若非他吞噬怨气脱生出世，向家恐怕已经死伤不少，那些孩子也不会有转世的机会。哦，不错呀，是条好毛毛虫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？我让你守护向家，却闹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再不听话，便炼化了你。你说你有冤屈？这些孩子连死后都不得安宁，怪不得那么大怨气。向家人真该死，不是东西。灵元续命符是不为道人独有的延寿之法，所以不止我堂妹庄柔，她还和向家一起害了这么多孩子。那狗屁的道士真应该千刀万剐。我会为他们讨回公道。各位都是老朋友了，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这次请大家来，就是想商量商量咱们四大家族走出云城的事儿。你说什么呢？走出云城？咱们四大家族负责镇守云城，一旦离开云城，那是要遭受到灭顶之灾的。不过是些谣传罢了。你懂个屁！当年我和你们三家老祖共同起誓，守护云城，后代子孙至死不得踏出云城半步。可那都是快100年前的事儿了，100年沧海桑田，我可以忍，可后辈这么多年轻人，难道也要生生世世困守在这座城里吗？你想违背祖训？时代变了，你们愿意守着老祖宗的坟墓过一辈子，可我向崇华必然会带着向家走出云城，另创盛世。他妈，你要反了吗？3位要是同意，就交出信物，随我一起打开云城结界；要是不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老太爷，要不就同意吧。混账！小姐还在，轮得到他向家做主？是啊，是你说小姐来了向家，非要我们过来。现在我们人来了，你还不赶紧把她请出来？小姐来了，一定会狠狠地罚你。看来你们俩是非要和我作对啊！庄小姐，你呢？年纪还小，不懂伯伯说的后代苍生，只知道没有姐姐就没有庄家今天，我只听姐姐的。哼，合着你们都指着他做主，可他真的还活着吗？哼，说的什么屁话！小姐长生不死，
你就算死3回了，小姐她都还好好的。就是，你一个短命鬼，少在这咒小姐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记得你好像是70后啊？哎，还没到56岁吗？没有，也差不了几天了。这2年啊，怎么都得死。对，咱们得撑着点儿，看他死前头，最好让他也气得死不瞑目。哼，够了！你们最好立刻交出信物，否则怎么样？我魏家什么时候怕过你？哼！唉，魏老还是这么暴躁。不过，你魏家倒是的确不急，因为青裘玉早就到我手里了。原来就是你和魏翰里应外合。小姑娘，你庄稼的焚玉簪给我吧。这是祖奶奶留下的东西，不会交出。伯伯不是坏人，伯伯也是为了云城那千万人着想啊。也是千万人之一。你，香儿啊，你是真废呀，连一个5岁的孩子都骗不到。小小年纪就这么犟，不肯给，伯伯就只能上手拿了。敬酒不吃，你非要吃罚酒啊！我姐姐，他怎么毫发无伤就出来了？是小姐啊，我就说嘛，小姐她肯定没事儿。哎，刚才差点哭的不就是你呀？只有我一直相信小姐。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装什么绿茶？哎，那不都是跟你学的？道长的符咒竟然也没能拦住他，出来的太快了，阵法还没成型。恩人，你安然无恙出来了，太好了！你快入座吧。还装？你可是想把我们困死在祠堂里？恩人，我冤枉啊！祠堂情况复杂，我是为了避免连累到无辜的人，才让人贴了符咒。现在聚集了4大家族，就是想去接您啊！还在狡辩？你在狡辩！二叔，我萧家世世代代守护云城，从来没有半分懈怠。你就算对我有误会，也总该要听我解释。你的骨龄已经58了。哼，我就说嘛，我记性很好，他真是70后。湘家的寿命只有56，你是怎么活到58的？还不是他吸收了那些孩子们的精气，几10个刚出生的婴儿为此日夜煎熬，不得往生。这也太狠了！我以为你只是想离开云城，没想到竟然这么丧心病狂。小姐，那些孩子都有残缺，我得一秘法，物尽其用而已啊！小姐，恩人，我会为他们超度，多给他们烧些纸钱，让他们下一世好好做人。再说，这件事儿说到底也是我们湘家家事，不用其他人插手。他们当真是你湘家后代？
可是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些孩子都是有残缺，根本活不成的。我手段或许是狠了些，可也算不上是害人吧？你还在说谎？我没有。不信，你可以查看他们的尸骨。他们身上并无项家血脉。没有项家血脉，那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拐卖的。他们出生后立刻被人吸了精气，转化寿命。可项家身负天谴，逆天而行，一个人也最多只能增加1月寿命，多活了2年，那岂不是害了24个孩子了？这简直是天理难容，天理难容啊！小二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好，没想到你非但没打散他们，反而耗费力气把他们度化，把来历身世都看得明明白白。可我只是想活命，我有什么错？有什么错？你们一个个都长命百岁，凭什么我项家就要背负天谴，不得善终？那你也不能去害那些无辜的孩子呀！少在这慷他人之慨了。你知道，年过50，夜夜梦里有人喊你去死是什么感觉吗？你知道，生来就要等待56岁的死亡又是什么滋味？项家只是想改变命运而已。你入魔了。你长生不死，我们却代代短命，你根本就不会懂我们的痛苦。好，可现在只要你死了，项家就能离开云城，摆脱诅咒。今天，就算你是真神仙，也得把命留在这儿。来人！他竟如此果决，废物，连阵法成型的时间都拖不到。你罪孽深重，本该凌迟处死，但念在项家忽悠云城有功，牢里忏悔去吧。哼，就这么死了，也太便宜他了吧！但项家人造下的冤孽也算有了个结果。不，项家的债还没有还清。叶小姐，我二叔他是年纪大了，一时想不开做错事，和项家其他人无关呢。大哥，你说句话呀！你是项家的继承人，咱们还等着你拿主意呢，快点儿！都怪我体弱，担不起继承人的担子，所以5年前父亲为了帮我治病而失踪，连二叔也为此走上了邪路。你身上的确有不少精气。大哥，难道都是你干的？你怎么会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？没有，我做了什么？或许吧，或许你才是对的。你糊涂啊你！对，都是我的错。叶小姐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这一切与项家其他人无关。没想到大哥你竟会走上邪路，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大义灭亲了。叶小姐，善恶有报，你罪不至死。可那些孩子的惨死，终究是我项家造的孽啊！二叔一个人抵不了项家的罪，那就更应该找出真凶。小姐，真凶不就是项二吗？他已经死了。
他告诉我，罪魁祸首还活着。谁？这毛毛虫，叶小姐，这是不是有些离奇了？哎，可笑什么？这又不是一般的毛毛虫。就算它有些灵气，可虫子终究是虫子，没有开智的东西怎么能信啊？哎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我跟你说，这是项家一条虫仗了叶小姐的事，也敢对我放肆了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你。这是项家的信物玄骨。玄骨已经失踪多年，怎么会在这儿出现？5年前，项家利用邪术增寿开始，玄骨就因为吸收怨气而沉睡，今天才终于苏醒。怎么可能？代代相传的玄骨，明明就是个无用的死物。你真的是玄骨，我还以为……他吸收怨气伤了本源，需要时间才能恢复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用他们的生命力。对不起，玄骨，更对不起那些孩子。你事先知情，所以才将沉睡的玄骨接回。我也是误打误撞。是项家害了你们，二叔也是为了我，你们别怪他。只要能平息你们的怨气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一开始，我并不知道那是玄骨，直到身体逐渐不适。肚子变大，才猜到有可能和玄骨的淡运能力有关。你可知，如果我不在，玄骨出事时，你会死。如果牺牲我一个人，就保项家平安的话，我死而无憾。只希望这一切能够彻底结束。叶小姐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向前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向前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叶小姐，说笑了，我只是项家排行13的旁支，就算是增寿也轮不到我呀。二叔做这一切，不都还是为了大哥吗？玄骨就算因为怨气丧失神智，也不会选择寄生于恶人身上。那也与我无关。你名向前，项家家规严苛，排辈有序，怎么会允许旁支叫这个名字？庄柔生来睿智，更不会为了一个纨绔众叛亲离。这都只是你的推论罢了。从踏入项家开始，一切都由你安排。项二爷看似身居高位，却事事都在看你的脸色。你绝不只是项家13少。不是13少，那他是谁啊？没想到叶小姐竟然这么火眼金睛，我伪装多年从未有人发现，却被你这么轻易认了出来。我看他怎么有点眼熟，像是……
好啊，既然叶小姐非要咄咄逼人，那我也不用在手下留情了。他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因为他本就不是向前，而是失踪了3年的向家家主向崇安。父亲，真的是你？父亲，你根本没有失踪，而是在寿数到时就隐藏了起来。叶老太爷不愧是活了100岁之人，果然是目光如炬。既然已经识破，那就都不要走。今天你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儿。哟，狂妄！就凭你呀，小姐还在这儿呢。是凭我向家3代人忍辱负重，毕生心血。为了今天，我们整整筹备了整60年。这就是镇仙锁灵阵，是我向家倾尽全力所铸。就算你有通天本事，也只能被困死在这里。到那时，我就能走出云城，掌控一切。父亲，老祖留有遗命，向家必须世代镇守云城，防范域外大魔。一旦我们离开云城，便会立即遭受灭顶之灾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长命100岁，永生不灭。可您今年62了，已经是历代先祖里活得最长的。62，那他已经增寿7年，岂不是害了80多个孩子？父亲，向家手里已经沾了太多的血，用无辜孩子换来的寿命有什么用啊？父亲，求求你收手吧！滚！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废物？来人，把少爷带下去！父亲！叶小姐，当年你对我祖上的恩情，等到地下，就让老祖亲自还吧。叶林，你要干什么？让开！老爷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事情结束前，你们就安静的待在这里。伯父，被困在里面的可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不过是占用了我女儿的身体罢了。真正的叶巡音早就死了。你，叶小姐，听到了吗？连你的亲生父亲都恨不得你去死啊！你等不及要报仇了吗？那就去吧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了！镇仙锁灵阵是不为道人亲自所设，连接整个云城。就算你再神通广大，也绝不能挣脱。那又如何？你一样会死。等你被炼化成一滩血水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！尸骨也是我向着代代相传的信物，你却敢背叛我！4大家族的信物都是小姐赐予的，是你不知感恩，还敢背叛小姐！玄谷，快杀了他！你们凭什么都指责我？凭什么？同样是守护云城，叶家长命100岁，可魏家占上为王，世代首富。连庄家的妮子都能受你庇佑，可我像是一族，却被迫承受天谴，族人全都活不过56岁。我不服！那是因为向秀云，他本就是要死的。向秀云跟随小姐前就已经病重，寿数不足1年。天谴之下，尸骨无存，除非有人能承受诅咒，受生生世世不入轮回之苦，否则小姐根本没办法进入。我本是要死的人，这天谴让我来受，再合适不过。
小姐耗费心力救了他，他才能因祸得福活了下来。否则，世上根本没有你们，更没有项家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是这样，一定是你诡诈的借口。魏大人说了，叶灵依最是虚伪，只允许自己长生，却不让其他人延寿。我想重安，就是要长命百岁，寿于天齐。如果你不执着于邪路增寿，100年期满，天谴诅咒自然解除。父亲，是你骗我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父亲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他都死了，小姐，您现在能出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项家还真是废物。老太爷，你那么担心他，不如也一起留在这里，安居长乐吧。伯父，你怎么能对曾太爷动手呢？你一个旁支废物，也敢这样对我说话？那我不是一直这样说话吗？还不是因为你是男丁，叶家上下都敬你，向着你，而我却只有一个废物女儿。哎呀，伯父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啊？现在男女平等，咱们叶家可没那些重男轻女的糟粕。元末还不明白吗？他早就背叛了叶家。这曾太爷，你非得戳穿吗？撕破脸，咱们可就死了。你小子倒是有些小聪明，可惜没用在正道上。老东西，你活得够久了，疯狂了一辈子，就让我亲自送你上路吧！不要，伯父，你这事情你也会遭报应的。混账！混账！他守着那座宅子，叶家还能有什么前途？只有跟着我，才能走出云城，成就一番霸业。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你就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叶寻音的小丫头除了讨人厌一点，她有什么错？她错，就错在不该是女孩，更不该是她的转世之身。只有她死了，不为道人才能安然做法，破除云城结界。可是她是你亲生的女儿啊！那怎么了？事成之后，我大可生无数个。这断子绝孙！你废物竟敢对我动手！既然想死，我就成全你！你怎么做到的？想杀你的人不是我。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把我扔在乡下10几年不管我？谁在说话？爸爸，我是茵茵啊，我在等你接我呀。等你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要杀我呀？你死都死了，还在这装神弄鬼！是啊，我已经死了，我被自己的爸爸杀死了。爸爸，为什么杀我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爸爸，那是因为你的命不好，因为你应了道长说的转世之身，
成大事成，牺牲一个女儿算什么？我又不是不能再生。你命中只会有一女。什么？小姐的意思是，你外头的3个私生子都是给别人养的？怎么可能？这绝不可能！爸爸，你会后悔吗？爸爸，不要再喊了！不要再喊了！滚开！滚开！不是这样的，我有很多孩子，不止他，绝不止他一个。爸爸，你来陪我了吗？可我不需要了，他已经自食其果，你也该去轮回了。茵茵知道了，谢谢姐姐帮我。姐姐再见，再见。笨丫头，这次要投个好胎啊！这伯父也没了，这阵法怎么还打不开呢？啊，难道得用工具？弹指一挥90年，叶小姐风姿仍不减当年。你却变了，100年前口口声声心系天下苍生的人，如今却为了长生，害无辜之人枉死。他竟然已经100岁了。老朽不才，今年区区135岁，比不得叶小姐千秋万载。你还是这么道貌岸然。在叶小姐眼里，天下人尽都虚伪，可谁又知道我在为所有云城人谋划，我要带他们离开这方世界。你不过是寿命将近，是想借用结界之力再续100年。呸！果然虚伪。你现在被困阵法里，4大家族现有在我手，事成之后，他们只会将我奉若神明。有了你心血所炼的4样信物，谁还敢阻我？哎呦，你那是叶家信物啊！那我这是傻子嘛？嘿，叶言离给我的竟然是假的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家小姐当然要交给一个她最信任的，怎么可能让伯父拿走？死不足惜，我一样能打开结界。可要是你手里的青裘玉也是假的呢？原来你们都留了一手，不然呢？你倒是比为父有福气，能得小姐亲口祝福，这青裘玉便由你收着吧。好呀。要保管好，到死那一天都不能离身。想不到吧？我老爹随身携带了90年的青裘玉，其实是假的。魏家人都是有勇无谋的大老粗，没想到你却心细如发。小姐给的东西，那可不呢。哼！就算这样，你也已经被困在阵内。我耗费几十年心血，只为今天。今日，我必杀你！你还不配做我的对手。当年我是，可我不拘100年后，我绝不会输。叶一，你不该瞧不起我。曾大爷，小姐不会有事吧？我对小姐有信心。你们就等着亲眼看她死在面前。你怎么出来的？你练出来的阵法，怎么可能困得住我？你利用叶炎灵杀女控制妆容，吸食他人血气，捕获象甲，伤害无辜婴童100余人。那都是为了云城。
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云城，可一旦打开结界，域外大魔出现，云城只会死伤无数。要成大事，牺牲一些人算什么？他们应该感到荣幸。不可救药。叶灵一，你以为我给你杀我的机会吗？以我为引，神尘天威，照破苍穹，天雷肃林。风道士竟敢引动天劫！叶灵一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天劫呢？等你死在我引动的天劫之下，你还敢瞧不起我吗？的确是让他提前了几天。你们一群蝼蚁也敢妄想阻拦天道？这场大劫只有一人能救，叶灵一是天道之下第一人，护佑苍生，庇护百姓。那你倒是为了他们去死啊！闭嘴！我们心甘情愿。他说的没错，你们的力量太弱了。再弱，我也要尽力而为。小姐，我都快100岁的人了，早就活够了。你们平时看我挺硬朗，其实我这些年也百病缠身，与其苟延残喘，还不如在这里做点贡献。庄家受姐姐庇护，曾祖奶奶如果在世，也会跟恩恩做一样的选择。姐姐，我虽然年纪还小，却已经是庄家一家之主。身为4大家族，恩恩有自己的使命。你和芸娘很像，可我却不会再让你和她一样受苦。这就是你为所有人安排的命运，可我偏要逆天改命。你还说你不是贪恋长生，叶灵英，你生来尊贵，自诩天道之女，却不愿拯救天下苍生。只有我才是真正的救世者。你不过偷学了我几样术法而已，还是那么蠢。你竟然还记得？我曾受重创，许多事只有模糊印象。但我还记得，你是最罪孽深重的。可至少你记住我了。当年我看你星城传授了几样法术，让你守护云城，你就是这样做的。对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将他们带出云城。我要他们世世代代也要把我奉作神明。你长生，我却不能不死不灭，可我也能让世人永远记着我。小姐，这些你都不喜欢吗？你，小姐，你怎么不记得我了？之前你还传了我法术。你不需要我记住，守好云城，青史留名，才更有趣，不是吗？这人怎么回事？死了都要拖大家垫背吗？无关一人生死，天劫落下，诛杀云城大事，以血气维持结界不灭，这就是他安排的路。小姐，小姐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没用得上。
不要去！小姐，我这一生得你护佑，才能长命百岁。这次我想自不量力护你一次。是啊，我爹之前就是个匪，要不是小姐，他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一次火拼里了。可他被小姐你救起后，他就改过向善，还学会了附庸风雅。他生前经常念叨一句话，叫“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此生为君拼到底”。妈妈跟我说过，庄家所有女子都生男儿，我也不怕。这一切由项家开始，也应该由项家来结束。那我也一起去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姐姐，谁也救不了他，这是他的命。我出不去，他也会死，云城一半的人都会死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什么结束？什么天道？云城受舞弊，我就要他们活。小姐！小姐啊，小姐，小姐啊！姐姐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真心实意的呼唤，能让小姐醒过来吗？那什么法子都用过了，死马当做活马医呗。你说谁是马？呸呸！你说谁死了？我家小姐活得好好的，你个庸医！各位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叶小姐今年10岁，正是喜欢追星的年纪。这是我闺女最喜欢的男明星照片，把她的照片放在叶小姐床头，说不定她就能醒。找死啊！哎，那我还有一个办法，让她去经历她最害怕的事情，因为恐惧就会惊醒。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最畏惧的就是上学。你嫌命长是吧？嫌命长，我帮你。我看根本指望不上这群庸医，还是得带小姐回我家，用山针不要养着，这样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哼，要回家也是回自己家，哪有去你魏家的道理？行了行了，你叶家那么穷，哪有钱给小姐买上好的人参？还是得上我家。不行，你别说这。姐姐，姐姐。小姐，小姐醒了，小姐你终于醒了，小姐。小姐，您怎么样了？天劫已过，我一切都好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我现在就去备车，咱们回家啊！回家？回什么家呀？你今年都100岁了，你还能伺候人吗？小姐，你还是随我回去。我们家宅子大，人多，多热闹啊！家不热闹，但可以照顾好小姐。叶小姐，其实不必舍近求远，项家一应俱全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家都不行，你们谁能比过我们家条件呢？我们家离得近啊，真的是。结界松动，域外大魔造乱，我要离开云城一趟。你们拿好各自信物返回，继续守护好云城。可是这如遇急事，就用我燃香诀呼唤，我会回来。
和小姐血脉相连，90年没有丝毫损伤，怎么今天一碰就碎了？